哔哩哔哩。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华为鸿蒙 OS 的一些关键硬件的首发体验啊。鸿蒙，前面大家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啊，第一次在我们频道里边和大家亮相。首先就是华为 MatePad Pro Powered by 鸿蒙 OS， 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华为的 Watch 3 Pro， 当然还有鸿蒙的手机，作为他们一套鸿蒙的生态。虽然说现在硬件可能还没有那么多，但是关键的东西已经全部都上了。不管真体验，小白视频马上开始。记得3类美视频点赞收藏等你。OK 啊，我们就先从 Pad 这边开始啊，这个最为关键的啊就是 Powered by 鸿蒙 OS， 不是安卓了啊。10伏4 IMAX 40瓦的充电头。这次应该是有几个颜色，在材质方面呢，这次让我有一点点小意外啊，就是它采用的是塑料的贝壳，但是这次它有那个素皮的版本，我估计那个素皮版会非常难抢。ID 方面跟之前呢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平板这一类产品吧，这个再玩也玩不出什么花来。然后镜头啊，这个参数我们给大家打出来是一个3摄的一个组合，这次它采用的是一个8扬声器的一个设计啊，每个里边都是2个哈曼卡顿的。第一次用它看视频的时候，确实给我很多震撼。我们听一下。说拿到手里的第一感觉就是12.6英寸的一个平板，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重，它是609克，然后厚度方面是6.7毫米，还有就是最关键的麒麟9000的芯片。当然这一次呢也特别意外，它还有一个骁龙870的版本。哎，这是不是说明什么问题呢？是吧？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个麒麟9000呢，这应该算是机圈这2年最大的一个未解之谜，就是华为到底还有多少麒麟9000。这块屏幕应该是一个国产的 OLED， 具体的这个厂商呢我们没有查到。2560×1600，100%的 DCI-P3， 它的 Delta E 是小于0.5的。这个色准方面也是逐屏调校出厂，这个也是可以作为监视器级别使用的一块屏幕。不过比较遗憾的就是它没有高刷，是60赫兹加上12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但根据我们的侧面了解，原本呢是计划上高刷了，但是因为一些不可抗的因素，最终还是换成了国产的这块没有高刷的屏幕啊，其他参数方面还 OK。4边是等宽的，在我看来它差不多都已经做到了平板的最窄。为什么说？因为技术还可以追求更窄。我个人觉得这个平板没有必要追求极致的平板，比如说到最后发展成一条线，那样的话这个安全性是不是有问题呢？或者说你在双手握持的时候，这个手占用屏幕的这个面积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呢？如果要是结构强度加强，那就另说着啊。这次的这个 M Pencil 这支笔呢也做了这个更新。首先外观 ID 方面啊，它真的更像是一个水笔，还是这个银色的笔杆，但是这个笔尖的位置做成了一个透明的啊，这个还是挺有科技感的。这次它的所有连接界面全都变成了一个小球连着一个大球，这算是鸿蒙上一个非常标志的图标。它在华为备忘录这个 app 里面呢，可以实现9毫秒的这个延迟，已经是非常低了，而且它有这个4096的压感。鸿蒙 OS 啊，我们这个版本是 9.1.1， 这个是平板的一个系统。这次华为 MatePad Pro 上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多屏协同。是的，这次华为把 Pad 和笔记本这2个生态基于鸿蒙也终于给打通了。有镜像、扩展和共享3种模式选择，前2个其实都很好理解啊。镜像就是类似于投屏，把你的屏幕复制到 MatePad 上展示；拓展就是外接显示器常见的拓展桌面，把 Pad 当成副屏来使用，为工作效率带来直接的提升。最有趣的就是这个共享功能，点击共享之后 ，MatePad Pro 会恢复成平板的鸿蒙系统，和平时使用时并没什么两样。但是当鼠标指针划过屏幕边缘，在 Pad 上会变成一个小圆球充当鼠标指针。小圆球停留的图标会产生一个放大的效果，还有一圈淡淡的晕影来突出你选中的项目。当小圆球停留在例如设置、图库等 APP 上一会儿之后，它会弹出一个内容的预览框。当然，这个功能需要第三方的软件来进行适配啊。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模式下，你可以直接通过拖拽、复制、粘贴 PC 和 Pad 内的所有文字、图片、文件都可以。
比如电脑端的一张图片，我随手一拉 Pad 端就在文件夹里复制好了一份，拖拽文字就直接粘贴复制，这简直不要太爽啊！我们在准备这期文案的时候，就一边写稿子一边查资料，需要引用的文件、图片、文字直接拖拽就可以快速添加到我们的文档之中。拖拽这种最符合人体直觉的操作，代替了各种复杂的连接或者快捷键，让2个设备在存储文件端直接打通了。另外一个点赞的细节就是屏幕排列的左右自动识别啊，这个还有点黑科技啊。它是通过 PC 发射的高频声波来定位 MatePad Pro 的大概位置，从而确定哪块屏幕在左，哪块在右。你一点开协同，它自动就给你判断好了。这个看起来并不太起眼的功能，其实非常方便了你日常的使用。毕竟作为一个日常随手拿起来用的设备，作为副屏的位置，它并不会很固定。OK， 红魔 OS 的第2个关键硬件手表，这个华为的 Watch 3 Pro， 这只是一个金属钛表链的，棕色皮带的，白色的磁吸式的充电器，这后面是没有任何触点的，就直接放上去。第3只棕色表带的 Watch 3。我在今年不知道怎么的就比较喜欢这种银灰色，今年买了好多这个银灰色的东西，这种感觉会更加科技一些。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表链呢是钛材质的，非常的轻盈。表扣这个形态和之前保时捷的那一款呢也是一样的，整体的这个质感方面就是又保留着了这种金属的这种硬朗感，然后又不是特别的重啊。这个表呢你拿上手的第一感觉呢就是它确实比之前的要厚一些，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整个的这个 ID 的设计方面呢，外表啊是加了一圈的这个数字的刻度 ，Pro 的这样的定位呢，其实也更加偏商务风一些，更加偏成熟风一些。整体表的体积方面，在所有智能手表之中吧，也算是比较大的。在材质方面 ，Watch 3这次也算是给你拉满了，前面是蓝宝石的，中间是钛的，然后后背的这是一个陶瓷的。这个 Watch 3的体积，其实我个人是最喜欢的，不知道还有没有钛金属表链这个版本，如果有的话，我就买这个，因为这个我就觉得稍微大一些、厚一些。它表面呢是一个 2.5D 的一块玻璃覆盖的，而这个 Pro 这边呢，它是一个平的蓝宝石的一个玻璃，这块表看起来就更加的柔和一些，没有那么硬。不锈钢的表身相对来说更加容易沾染指纹一些，但是这个体积我是挺喜欢的，我戴着是差不多的。我觉得这个有点适合那种是吧健身的那种，比较有肌肉的，确实要更大一些。这次手表地图导航算是鸿蒙分布式理念的一种体现，在手机上开始导航之后，可以选择将导航信息推送到手表上，之后无需打开手机，只查看手表就可以了。遇到需要转弯的路口，手表就会发出震动提醒，或者是为了安全考虑啊，手表导航只支持步行和骑行。华为表示，手表还会支持滴滴，司机的车牌号、距离等信息也会推送到手表上，省去了掏出手机的麻烦。不过这个功能我们手中的版本还没推送，还没体验到。鸿蒙所畅想的就是 APP 的重点功能都支持推送到手表上，让手表成为最快捷的抬手控制中枢，而不再是之前的简单的看看消息。运动健康这块算是华为的手表标签性的重点功能了，室内室外有100种运动模式，85种自定义功能，基本上就是你想到的运动它都有啊。如果你不知道做什么运动，你可以反向去里边找一个适合你的啊，真的非常多。华为 Watch 3系列内置了北斗 GPS 的卫星定位，运动轨迹也可以生成视频，还是挺炫酷的。相比于其他同样支持心率血氧监测的设备，在我们对比看来啊，华为的手表最大不同呢，就是它和许多专业的机构进行合作，让监测到的各种数据拥有更高的价值，而非单纯的告诉你你的数据是怎么样的，或者说你有问题。参与心脏血管健康研究，就可以使用这些数据，真正了解一下自己的状态，尽早发现异常。对于老人，还有一个实用的跌倒检测，这也是很多人给长辈买的原因啊。当然，我们希望大家永远也用不上这个功能。当然，除了上面提到的华为 Watch 3系列，还新增了体温检测以及后续的呼吸疾病风险筛查及预警。这一功能呢，也是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联合研究，为各种身体问题的筛查提供了全新方向。而在这么多功能之下，这次我们比较意外的是，华为 Watch 3 Pro 在4G 智能经典模式下还能提供5天超长续航 ，Watch 3支持3天超长续航。要知道，在eSIM卡的手表之中，这续航算是很出色了啊，之前基本都1天1充。虽然鸿蒙 OS 是一个跨终端类型的底层系统，但大家目前一提到鸿蒙，自然还是我们天天握在手里的手机啊。我手里的这台 Mate 40 Pro 就搭载了鸿蒙 OS 2.0。上手体验的第一感觉，估计很多内测的小伙伴跟我一样啊，就是2个字，很流畅。
在体验的初期，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它有没有开启高刷啊，而在开启高刷之后，可谓丝滑细腻。比如我们对比一下 EMUI 11和 Mate 40 Pro 打开 APP 的操作，干说不够明显，我们将动画缩放的速度设置为5倍，现在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到 EMUI 11的淘宝是直接给你打开了界面，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傻快。而在红魔 OS 上 ，APP 确实是从图标逐渐放大到整个界面的，耗时增加也不明显，还有一些细节的动画，这是进入多任务时的一个小操作，均在90帧下录制对比的，大家可以判断一下哪个是红魔 OS， 哪个是 EMUI 11，左右大家可以走波弹幕，3、2、1。有没有觉得左边的这个稍微更自然一些啊？这就是红魔 OS。这里之所以更加流畅一点啊，其实它并非是帧率的区别，而是加入了符合直觉的细节。你可以发现红魔 OS 的窗口之间其实是有所联动的啊，它们可以接触，并且晃动的时候有一种惯性的效果 ，EMUI 就没有啊，只是单纯的随手指移动，傻快。这些我们仔细想想啊，安卓其实也能够实现。是的。安卓确实能够实现，但需要对安卓做非常深度的修改和调教，这个工程量非常庞大，就像是给房屋重新装修一样。而鸿蒙则是融入系统，成为底层的一环，同时兼顾了未来的升级。说白了就是它更新一些。而开发者在开发 App 的时候，只需要遵循鸿蒙的规则，就可以在全平台实现一样的流畅动画和低延迟。你要知道，只有对开发者友好了，方便了，你用的东西才能成体系的好用。可以参考一下隔壁水果啊。还有加载的问题也挺有意思啊，看视频的小伙伴可以暂停一下，不管你在用什么手机，试试淘宝的加载速度。在快速翻页的情况下，页面需要停留的时候才可以加载图片，而 HomeOS 就是同步加载，滑动的时候图片就加载出来了，即刷即得。这些细节的优化就是让你感觉 HomeOS 更加流畅的原因。在最直接的1级界面交互上也做了一些不同的思考。大文件夹就是文件夹的放大版啊，这个有点废话啊。文件夹变成了2×2的尺寸，而放入文件夹中的 App 你可以直接点击图标打开啊，方便安装了一堆类似但是日常却只使用其中几个的情况，你可以任意的摆放它们的位置。新的界面下 App 其实没啥改变啊，但是无论在 Pad 还是手机上，可以看到一些 App 有下划线，可以直接上滑这个 App 就可以打开万能卡片，快速查看所需要的内容或者操作，比如查看步数或者快速进入自拍。也可以点击这个大头针，把万能卡片固定在桌面上，变成你的快速操作按钮。当然，这也是需要第三方来进行适配的啊。比如说现在这个优酷，你就可以通过万能卡片直接进入刷剧，有没有感觉很相似？这个操作和 vivo 的 Orange OS 的桌面组件其实有点接近，但相对来说，华为的似乎更加直观实用一些。这其实正也是鸿蒙的理念之一，原子化服务。万能卡片打散了 APP 的各种功能，只在你需要的地方提供你需要的功能，而非在 APP 内一个一个的寻找。手机的负一屏是各种原子化服务的常驻中心，点击卡片就可以完成各种操作，比如一键打车、查看附近的电影院，并且这些操作都是免 APP 的，即便在没有装 APP 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使用。在 EMUI 11手机灵魂那期视频中，我们说过，用之前的 Pad 来打原神，调用的不是这个 Pad， 而是手机算力的形式，也算是鸿蒙系统软硬件打散原子化理念的一个体现啊，这个就是硬件级别的体现。前面说的这些，咱们一看啊，除了多屏协同，似乎都是单个的体验，好像其他家也能做啊。鸿蒙宣传的连接无限可能，各种可能都在哪儿呢？其实你刚才看到的原子化的服务就是。因为这个原子化的服务形式贯穿了整个鸿蒙系统的设备啊，比如鸿蒙 Pad， 比如说鸿蒙的手表。华为 Watch 3系列手表的负一屏和手机上的一样啊，被分为了几个模块：语音助手、天气、秒表、导航等等等等，最后就是智能卡片。目前除了天气和华为畅联之外，还没有其他的服务，但是在未来会和手机上一样，支持各种万能卡片的使用。目前各种智能手表如果需要联动，那你在手表上再下载一个这个 App 的手表版才行。而在鸿蒙的手表上就无需安装应用，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滴滴打车一样，显示车牌和位置，直接拉起原子化的卡片就可以了。开发者在一次开发中就可以都做好，手表需要的时候就直接调用相关功能的卡片就行了，不再需要 App。鸿蒙设备在我看来还有一个非常显性的改变，就是超级终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4个字，后面我会提到很多次，它也是非常核心的一个功能，它可以说是鸿蒙互联的开始。在手机下滑的控制中心中就可以看到超级终端这个界面，在这里你可以直接看到你周围搭载了鸿蒙系统的设备啊，你可能真的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数码小白，但凭借最简单的直觉，想让这2个设备连接到一起，就直接将 Pad 向中心这么一拉，就即刻把手机投屏到 Pad 上了。不光是投屏，你还可以通过拖拽复制文件、文本，以及直接把照片等内容导入正在编辑的文档，打通2个设备的使用。
举个例子啊，外出办公正在使用 Pad 编辑文档，这个时候别人通过微信发给了你相关资料，你无需在 Pad 上再次登录微信，只需要轻轻一连即可把资料导入到 Pad 端，还可以直接通过 Pad 在手机上和别人微信进行沟通。其实超级终端这套连接逻辑就是人类最简单直接的直觉性。我才懒得管你是怎么复杂的运算和连接，我现在就想要这两个设备连上，我现在就想要这个图过来一拉也就行了啊，感觉好任性啊。而鸿蒙的这套硬件在我们内部体验了一段时间之后，对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最值得点赞的，也是各种连接协同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底层性问题，就是延迟。鸿蒙的延迟真的非常的低，它有多低呢？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啊，我们把 Pad 和手机放在一起，并打开了秒表功能，然后暂停。你可以看到 Pad 和手机的秒表差距大概是40毫秒左右，也就是投屏的延迟。你可能没啥概念啊，它比你的蓝牙耳机的最低延迟还要低，接近1倍甚至更多。当然，这种测试方法可能不太精准啊，因为华为官方表示延迟最低至30毫秒，这个就是你投屏打游戏感受不出来的一个节奏。而为了实现这种低延迟，并非做一个 App 或者对系统做修改就可以实现的，而是整个系统在设计之初就要为它铺好道路，为未来可能出现的硬件铺好道路。即便没有在超级终端里连接，只要你们在同一个网络里，在文件管理和图库内，也能够直接访问你的其他鸿蒙设备的文件、图片，并且快速调用，真正打通了设备之间的文件传输。不仅如此啊，即便不是鸿蒙的设备也可以。没错，我们说的就是 PC。上面我们说到的 Pad 在 PC 上的功能，手机也是鸿蒙的嘛，底层系统都一样，也是可以的。只需要点击连接，不仅可以实现同样低延迟的投屏操作，手机的存储也可以直接映射为 U 盘，在文件管理器内直接进行拷贝和复制。既然是万物互联，当然不只是在 PC、Pad、手机之间，它还可以是手表和 Pad、Pad 和智慧屏、智慧屏和手机、手机和显示器，只要是支持的设备，都可以通过超级终端轻轻一拉即可连接在一起。空说无趣，眼见为实。想要听歌，但是 Pad 手机音量太小，也不想随身带着，只要在其他设备附近，就可以通过智能提示快速的将音乐投放到音箱、智慧屏，甚至是鸿蒙系统的显示器上。如果佩戴了手表，也可以随意切歌、暂停、调整音量。刷手机的时候发现追的剧更新了，但是手机屏幕太小，看着不爽啊！只需要在手机的超级终端上点击 Pad， 你拿起 Pad 的时候，视频就已经打开，是直接观看了。这里又要点赞了啊！手机当然也可以通过无线联动显示器，免去了现在的麻烦。只是目前的电脑模式还在开发之中啊，暂未支持把手机当做触控板操作。但是通过显示器就可以连接键盘鼠标，不再需要蓝牙键鼠才可以搭配使用了。这让我们距离真正的无线桌面算是又近了一步。不过目前确实就是它自己的这几个设备可以相互连接啊，当然这几个设备的连接都已经很复杂了啊。随行的功能呢，其实苹果早就做了，设备之间的联动，苹果的体验早就也就做得很不错了。但是我们也要知道，鸿蒙这才算是第一版推送到大众面前进行使用和公测吧。钢铁侠也不是在山洞子里就直接一步做出了反浩克装甲和纳米装甲的，飞上天的飞机也不是一步就直接突破音速的。而刚刚出现不过2-3年的鸿蒙，就成为了除苹果之外第一个实现如此互联的系统，怎么就不值得被夸奖和骄傲一下了呢？这些连接体验也让我们窥探到了鸿蒙想要实现的底层万物互联到底是什么，就是将功能和设备彻底打碎，并实现硬件和功能的自由组合。这句话听着确实有点抽象啊！家里的每一个设备都是一个系统的一部分，每一个功能都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而操作这个系统的工具就是任何一个随手的设备啊，它可以是 Pad， 可以是手机，也可以说是手表，也可以是显示器，甚至是一个带有屏幕的冰箱。而这个设备就是超级终端界面里面中间的那个大球，其他辅助它的设备都是周围的小球。未来理论上讲，我们需要什么功能就直接连接就可以了。我们随便瞎想一下啊，比如未来的电视可能只是一个超大的品质非常好的显示屏，它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它只需要搭载鸿蒙的联网功能，就连个网啊，就可以调用手机、Pad 或者说电脑的硬件来实现
播放视频、音乐、游戏各种各样的功能。空调可以调用床头的温湿度传感器，无需内置传感器，距离人体更近，这样是不是就更加精准了一些？其实这些总的来说，之前的安卓也都畅想过、实践过，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确实进程缓慢或者根本做不了。鸿蒙真正在做的，也就是当下万物互联最大的一个阻碍。碎片化的操作系统啊，这可能稍微有点抽象啊，但它就像是各种接口一样，你不能把 HDMI 当做 USB 传输数据，许多你的理所当然也是根本实现不了的。许多操作系统也根本不支持简单的智能硬件。你可能不知道啊，安卓11运行要求最小内存要512兆，而低于512兆的设备就无法搭载最新的安卓系统。鸿蒙设计之初，他就考虑到了内存小至 128K 的设备。128K 什么概念？它是手机8G 运存的65536分之一。因为鸿蒙系统本身它自己都是碎片化的、模块化的，就像是乐高玩具，你给手机 Pad 这种大件啊，你就直接拼一个大家伙；给穿戴或者说更小的 IoT 台灯、水壶这种小设备啊，就用少量的小块拼起来即可。统一的系统最大的意义，它是极大的方便了软件和功能的开发，以及不同设备之间的功能调用。比如上面提到的空调调用温湿度传感器，如果是不同品牌的设备，至少需要2个品牌的设计接口，然后相互进行调用。而如果它们都是搭载鸿蒙 OS 啊，那就只需要直接开放接口，等待被调用即可。使用的时候也无需安装 APP， 打开超级终端，弹出卡片就可以了。鸿蒙的标识是一个小球围绕着一个大球，人们使用什么设备，什么设备就是中心的那个超级终端。人们当然希望小球越来越多，因为你可以连接的设备也就越多，能被提供的服务也就越多。其实这些设备间的连接有点像我们性格相近、志趣相投的朋友啊，你的好朋友越多，能帮你的人也就越多。你们为什么能够成为好朋友呢？因为你们的底层系统相同，也就是性格相同啊，沟通无压力，效率也就更高。你只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会和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儿发生连接，发生故事。视频前的你，只是通过这期视频就和我们产生了关联，而你现在发一个弹幕，就和其他正在看视频发弹幕的小伙伴产生了关联。这无尽的关联连接，就造就了这个网络，也就造就了这个世界。而正是这个万物互联的2021，许多设备之间的联动啊，却比